如果我告诉你，美国很多富人一辈子都很少卖股票，也很少卖房子，需要花钱的时候，他们不是卖资产，而是去借钱。更神奇的是，这笔借出来的钱不需要交所得税。最后，当资产留给孩子的时候，过去几十年的增值还不用交资本利得税。听起来是不是像在钻法律漏洞？其实这是美国税法里一直被允许的财富管理方式，叫 borrow until you die， 说白了就是只借不卖。今天这期视频，我就带大家了解这一套很多高净值家庭都在使用的财富逻辑。更重要的是，我们普通家庭有没有机会借鉴它？它又有哪些风险？大家好，我是在美国做退休规划的 KK。这个频道专门为生活在美国的华人讲退休规划、省税策略、资产配置和信托传承，用你能听得懂的方式，把美国复杂的金融系统说清楚。为什么同样赚钱，有的人需要交的税越来越多，有的人反而越来越少？在美国税法里，不同来源的钱税率完全不同。第一种是工作收入，如果你的收入来自于 W2 的工资，就需要按照联邦所得税率来交税。以2026年夫妻联合报税为例，收入越高，联邦边际税率最高可以达到 37%。第二种是投资收入，如果你长期持有股票，再出售获利，是长期资本利得，最高税率只有 20%。不过如果家庭收入比较高，超过一定门槛，还需要额外负担 3.8% 的投资净收入税 NIIT， 实际最高税率可以达到 23.8%。即使如此，也远低于主动收入 37% 的边际税率。美国税法确实一直都在鼓励长期投资，但是还有第三种方式，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那就是借钱。为什么借钱不需要交税？因为它是贷款，不是收入。银行只是把钱暂时借给你，将来需要偿还，所以 IRS 不会把贷款算作应税收入。这也是整个 borrow until you die 的最核心的基础。富人到底怎么玩？其实整个策略只有4步。第一步，购买资产，例如股票、房地产、企业股权，让资产随着时间不断增值。第二步，不卖。很多人资产涨了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卖掉赚钱，但富人的第一反应是利用资产升值后的价值去贷款。股票可以做证券抵押贷款，房地产可以做房屋净值贷款。第三步，把贷款拿出来的钱使用，因为贷款不是收入，所以不会增加应税收入。第四步，长期持有，未来把资产留给下一代。由于美国税法里的 Step Up in Basis 成本基础调整，继承人取得资产时，成本基础会调整到身故当天的市场价值，这样过去几十年的增值不需要按照父母几十年前的买入价格来计算资本利得税。不过要提醒一点， Step Up 只是解决税的问题，不代表这些资产会顺利转移到孩子手上。如果名下的房子没有搭配生前信托，身故后仍然要走 probate 遗产认证的流程，它是按照你总资产的 3% 来收取手续费，而且在加州现在是耗时18到24个月，并且如果没有利用生前信托来设立好用钱的规则，一大笔资金在孩子手上可能会遇人不淑，很快的耗干，或者配偶离婚被分掉一半。这也是为什么做资产配置和传承规划从来都是2件需要一起想的事。这个之后我们会专门做一期视频来讲，你可以现在先订阅我的频道，以防错过。用股票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假设10年前你花1万美元买了一只股票，今天它已经价值10万美元。现在你有2个选择，第一个，卖掉赚了9万美元，但是需要交资本利得税，而且从今天开始，这只股票如果涨到20万、30万美元，都与你没有关系了。第二个选择是继续持有，把价值10万美元的股票作为抵押，向银行借5万美金。这5万美金你可以用来旅游、买车、支付生活费，甚至投资其他的资产。因为这是贷款，不是收入，所以不会增加你的所得税。与此同时，你的股票仍然属于你。如果未来继续上涨，你仍然可以享受全部增值。这是很多高净值家庭更喜欢使用的方式，但是很少有人会告诉你最大的风险。很多视频讲到这里就结束了，真正的问题其实才刚开始。贷款是需要还的，还有利息。如果股票一直上涨，问题当然不大，但是如果市场下跌呢？银行会要求你补充资金，甚至强制卖掉股票。最后不但贷款要还，连最初想规避的资本利得税也会触发。所以股票抵押最大的风险并不是贷款本身，
而是市场波动和现金流，那房地产是不是更好？于是很多人开始把目光放在房地产，因为房地产除了升值，还有租金收入。但是如果我们把案例放到今天的加州，现实可能和很多人想的不太一样。假设我们购买了一套100万美金的投资房，首付40万美元，贷款60万美金，按照目前大约6.5%的30年贷款利率，每个月的房贷将近3800美金。如果房租是每个月5000美金，加上地税、房屋保险、物业管理和维修费，全部加起来每个月是5600美金。这几项因为地区不同，所以差异很大。这里用加州一个中等的情况来估算，但是房租只有5000美金，也就是说这套价值100万美金的房子，每个月可能还需要自己去补贴600美金。这还没有去计算空置期、租客拖欠租金或者屋顶、空调等大型维修。所以今天很多加州的投资房并不是靠眼前的租金来赚钱，真正依赖的是房价长期上涨，租客帮助偿还贷款，以及未来租金逐渐提高，最终累积出越来越高的房屋净值。这也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拥有资产不代表马上拥有现金流。退休规划不能只看资产价值，更要看未来这些资产能不能持续提供现金流，以及需要用钱的时候能不能不用卖掉资产。很多人听到这里会问我，是不是只有股票和房地产才能做到 borrow until you die？ 我一下子拿不出几十万的首付，那有没有别的平替方法？其实美国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工具，就是设计合理的指数型万能寿险。先说明一点，一定要设计合理，如果没有被设计合理，大部分的钱会进入到保单的成本和费用，而不是现金价值累积。进入到现金价值之后，它不是直接去买股票，而是根据标普500等指数表现，按照合同规定的方式来计算利息。市场上涨的时候获得指数利息，当市场下跌时，指数计息就是0，不会因为市场跌20%、30%，账户也跟着缩水。当然，保单本身还是有保险成本和相关费用，所以它的风险结构与股票不同。真正让我觉得它有价值的，不只是保底机制，而是现金价值。随着时间积累，未来需要用钱的时候，不需要交增值税。房地产可以做房屋净值贷款，股票可以做证券抵押贷款，指数型万能寿险也可以利用保单贷款来使用现金价值。保单贷款不会增加当年的应税收入。还有一点是很多人忽略的，股票抵押的贷款利率是随着市场的利率和贷款机构政策不断变化。股票贷款利息一般比正常贷款高出3%左右。根据 Fidelity 公开数据，50万以下的贷款利息目前是10%左右，而某一些指数型保单贷款利率是合同约定的5%。同时，贷款相对应的现金价值仍然会继续按照指数策略来获得利息。如果是短期贷款，利息是1%，甚至没有利息。不过，这些贷款条款因产品设计而异。当我们选择公司和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认真比较条款，不能只看演算数据的数字。另外，这一类产品还有一个功能叫 Index Lock。举个例子，假设1年中市场上涨了10%，如果你觉得这个回报已经很满意，不希望年底市场回调，把回报又降下来，就可以提前把当时的指数表现锁定，即使后面市场出现下跌，得到的回报也不会因为之后的波动而改变。真正值得学习的不是 borrow， 而是资产配置思维。今天这期视频，我真正想分享的其实不是房地产，也不是任何一类产品，而是一种资产配置思维。股票有股票的优势，房地产有房地产的优势，指数型万能险也有它适合承担的功能。成熟的资产配置从来不是把所有钱都放在同一种资产里，而是让不同的资产各自承担不同的任务，有的负责长期增长，有的负责稳定现金流，有的负责退休收入，有的负责省税，有的负责财富传承。 Borrow until you die 也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的策略。贷款需要偿还，资产可能下跌，现金流可能不足，如果运用不当，同样会带来风险。真正值得学习的不是借钱，而是富人思维。不要轻易卖掉不断升值的资产，而是让资产持续不断创造价值，并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为自己提供现金流。如果你名下也有一笔放了很多年舍不得卖的资产，
不管是房子、股票还是其他，你有没有认真算过？除了卖掉，还有没有更聪明的用法？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现在名下最不舍得卖的资产是什么？留言比较多的情况，我下期做成案例，具体算给你看。